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眼中的俄乌战争真相是，俄罗斯已经没有选择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很多人看来，俄乌冲突将会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在西方对乌克兰援助失去耐心之后，泽连斯基政府将会被逼着走上谈判桌。最近，俄罗斯军队不断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给乌克兰的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俄军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乌克兰政府打上谈判桌，这个目的非常明显。那么，俄乌冲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吗？可能还真的没有，因为双方都想通过战争，而不是谈判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结果。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乌军在战场上有局部主动权，又有西方国家的援助，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远比在谈判桌上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来得合理。对俄罗斯来说，普京刚刚进行了局部战争动员，而且从赫尔松市撤退之后，完全有希望构建起更完善的防御体系，并在局部发起新的进攻。用俄总统办公室的话说，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发表文章称为，俄乌双方现在都陷入了困境，战斗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战争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糟糕的方式。当领导者对自己和敌人的力量没有清晰的认识时，或者担心他们的对手在未来会变得更强大时，就会使战争持续下去。俄乌冲突本质是基于意识形态，普京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乌克兰身份和国家地位的有效性，并入乌克兰4个州就能证明这一点。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愿意牺牲自由和主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支持乌克兰，那么这场战争的本质就是以意识形态和信仰为根本驱动力的战争。这样的冲突往往可以持续很多年。在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打了将近200年。一个国家打长期战争，至少有3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首先，政府担心战争结束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都无法接受出让土地的后果，这是他们继续战斗的动力。其次，交战双方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对对手的实力估计不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俄乌双方的军队都不服输，这也是双方交战不会结束的重要原因。最后，俄乌双方都没有承诺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每当欧洲领导人或者是美国将军建议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解时，乌克兰人及其盟友都会反驳说，俄罗斯不能令人信服地承诺达成协议。俄罗斯对领土的渴求导致乌克兰强烈反对并破坏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原则和不可接受的妥协是一个国家最终发动长期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打了20年，美国人拒绝与塔利班进行谈判的想法，将其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在乎战略损失。当前西方出现了要求乌克兰谈判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用主权换取和平，这在西方社会并不是主流思想。或者说，乌克兰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最先受不了的反而是美国等在后面拱火的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并入的乌克兰4个州已经是底线，而这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让乌克兰向俄罗斯投降是耻辱，这就是双方将会长期作战的死结。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超然的地位。这原本就不是我们的战争，谁也别想把中国拉下水。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